美国一位参议员致信国防部长，表示现阶段的美军对中俄这两个潜在假想敌对手的认知严重不足，需要重新认识。且听虎妞详解。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因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导致了区域局势紧张升级。美国国内不少有识之士都在担心，因佩洛西此举所导致的美军可能会与解放军发生冲突的潜在风险，以及美军是否有能力在介入台海的前提下取得胜利。有关于此类担心的分析和推演结果大都不太理想。这里指的是对美国而言的不理想，包括美军在损失了亚太地区几乎全部的驻军、舰队、军事基地之后，依然被解放军击溃于台湾海峡，只能灰溜溜的败退逃走的兵棋推演。与此同时，一些较有远见和洞察力的美国分析人士也站出来，指出现如今的美国对中国的真正实力并不完全了解。这其中就有美国参议院议员米特·罗姆尼。据美媒消息，罗姆尼参议员在给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的信中表示，现如今的美国及各路盟友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展现出的军事实力措手不及，而类似的错误不只存在于美国对俄罗斯的低估，也存在于对中国军事实力的低估上。美国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充分了解并认识到美国的军事实力与俄罗斯相比如何，与中国相比又是怎样。美国已经在对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了解认知上摔了一次跟头，如果再不加以修正，继续低估中国的话，一旦美军与解放军发生任何可能的冲突，那么美国势必会再次因为中国真正的军事实力而措手不及，就像当初低估了俄罗斯那样。单从分析的内容来判断，美国参议员卢姆尼站在他自身角度的担忧确实没错。美国的确自打俄乌冲突一开始就严重误判了俄军真正的军事实力。在俄军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的头一周开始起，美军就在预测分析说，俄军的高精度制导武器无法支撑太久的高强度作战消耗，像伊斯坎德尔、口径这一类高级弹药可能很快就会耗尽。到了冲突过去第1个月之后，美军又发布消息说，俄军的高精度弹药马上用完，俄军即将回到靠无制导原始武器打仗的时代。然而事实并没有像美国人预测的这般发展，俄军的高精度弹药还是接二连三打个不停。今天炸乌军弹药库，明天炸乌军油库，后天炸乌军指挥部，根本不像是快要用完的样子。在此后的第2个月、第3个月乃至第4个月，美军那边基本月月都会发预测消息，说俄军的高精度弹药这次是真的快用完了。结果不用虎妞多说，大家也都知道了，俄军的高精度弹药直到现在都依旧是敞开口打，天天发射。本应代表西方最高专业性的美军官方预测一次又一次翻车，让人不免怀疑美军这情报系统到底是干什么吃的。好在连续预测连续翻车的美军现在也基本不提这事儿了，俄军的高精度弹药何时用完成了美军避之不及的尴尬话题。另外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美军不光是对俄军的实力低估，还对自己的实力过分高估。在俄乌冲突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作为这场冲突的始作俑者也是拱火者的美国自己，忽然发现这不停给乌克兰送出去的装备已经快把美军自家家底儿给掏空了。按照美军自己的说法，乌军1个月在战场上消耗掉的标枪反坦克导弹比美军过去好几年的采购量都多。俄乌冲突进行了3个月，美军的标枪导弹库存已经快被掏空一半了。这要是继续再加大力度给下去，别说是清理美军旧库存买新货，顺带给俄军放血添堵了。美军自己平日里维持战备和基本训练所需的标枪都要没得用了。这一点具体也能体现在美国在后几个月的时间里对乌克兰援助清单中的标枪导弹数量相比此前已经大幅下降。这可不是说俄军装甲部队损失殆尽，乌军不需要标枪了。恰恰相反，是美军的标枪库存真的跟不上战场消耗速度了。俄军的坦克那还多着呢。美军这是严重高估了自己的武器弹药储备和再补给生产速度，去应对大规模冲突的能力。就这还不是美军亲自下场，
仅仅只是煽风点火的搞援助都能折腾成这样，美军要是亲自下场打这种级别的仗，那消耗量只能变得更大，储备库存更早撑不住。一场俄乌冲突已经暴露了美军的诸多弊病，低估对手，高估自己，这样的问题放在任何时代的任何一支大国军队上，那都不能算是小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大问题。退一步讲，罗姆尼参议员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中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这一点谁都知道。在各型武器装备自研自产的能力和产量上，更是远远凌驾于俄罗斯之上，超出数倍不止。美军对一个造血能力和常规实力不如解放军的俄军，尚且都能各种翻车翻成这样，那要是真正遇上解放军的时候，美军又会把解放军低估到何种程度，把自己抬高到怎样的程度呢？所谓的措手不及，恐怕也就是形容那时候美国状态的最好描述。罗姆尼参议员至少在选词形容上还是非常贴切的。